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，不吹也不黑，说几句肺腑之言，全部都是我的大实话。刚从美国回到湖北武汉，我现在走在武汉的街上，发现武汉的高楼大厦真的要比美国强太多了。我不是吹，也不是黑，实话实说，在美国那边呢，高楼大厦真的越来越少见了。你们在报纸啊，或者是在网络的上面各种视频里面看到的美国，都是那边的高知啊，让你们看到的。在美国的一些旅游博主啊，不停的吹捧美国有多么好，其实目的呢，就是希望你过去之后，然后为那些华人餐馆的老板打工，收入可谓是微乎其微。你看这边的高楼大厦真的非常多，说实话，美国那边给我的印象就感觉像个大农村一样的，每个人呢可能手上连$200都拿不出来，因为美国人呢都有一个刷卡的习惯，在那边移动支付不是很方便。他们都习惯于刷卡，所以都是提前过着透支的生活。像那种什么信用卡就是从美国流传过来的，所以说美国人呢都是想着下个月工资到账了，然后再还掉这个信用卡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美国那边呢有很多的树啊、花啊、草啊，都是私有化的，土地也是他的，房子也是他的，但是呢那个花草不是他的，要去修剪的，不修剪就会被别人举报，一下子就罚款的。像这个草地啊什么之类的，大别墅里面门口啊动不好呢，就是直接被别人扣款了。就是美国那边的院子啊，你必须得去修剪，邻居一举报，然后就可能直接从你的卡里面扣走了钱，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，也不需要输密码。当然你也可以反驳，当然通不通过就看他们的心情了。说实话，美国给我的印象真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农村一样的。再就是美国的一个交通啊，说实话，他们的高速啊是穿城而过的，都是免费的。但是呢，经常出现交通事故，因为美国的高速有些地方是没有限速的。再说说美国的医疗吧，你看这边是武汉的医院，在美国那边的医院，说实话，一般呢，只要没到心脏跳不动那一刻，是不敢轻易叫救护车的，因为救护车来了，它是一趟算的，就是1000美刀起，差不多人民币7000多块钱。在咱们国内啊，如果是有救护车的话，好像是50块钱一个人了吧。所以说呢，真的是天壤之别，在美国那边什么都是高消费。你如果英语能力不好啊，语言能力不行，你想去美国啊，基本上只能说从最底层做起。刚开始前半年甚至1年，你都找不到任何工作的，只能吃老本。如果说你没有多少钱，去了美国之后，很有可能是打工去了，回来之后可能回来路费都没有了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。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探讨一下。你看看在武汉的街道干净整洁又卫生，但在美国那边呢，说实话他们承建比较早嘛，在这个房子的旁边，比如说这个墙纸的柱子上面可能会有灰尘啊，或者是石灰掉下来，在美国那边就会这样子，在咱们国内也是不可能的，只要有问题马上就会维护翻新。在美国那边呢，因为房子是私有化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公共维修基金，所以呢出现的问题啊，只能自己掏钱自己修。还有啊，美国那边的公交车啊是非常慢的，2个小时3个小时等一辆。你看这边的公交车是非常多，一下一辆5分钟一辆。所以在美国那边呢，为什么人人有车，人人住大 house？主要原因呢，还是因为那边交通啊不是那么发达。再来地铁来说的话，美国地铁里面轰铃声特别大，在里面呢听不到别人讲话，再包括地铁里面生锈了之类的，因为他们地铁的建设比较早，好像是197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修地铁了。在美国的地铁里面呢，说实话，现在都是机器人在那里看那个人工智能嘛，在那里看有没有逃票的情况。但是有些人还在逃票，说美国人素质很高，什么高度文明，说实话那真的就是在放屁。美国人那边呢，说实话因为充斥了多种文化，多种国家的人过来，所以呢有些有素质有些没素质，所以大家都无所谓了，没有素质就是出现了这种各种零元购。为什么零元购呢？警察也不管，店家也不管，因为他们有保险制。跟大家这样说吧，你在店里面拿了东西，如果店员去阻止被打了，那自己的公司就会要被赔钱，老板呢就要面临起诉，被员工起诉。那如果说警察去管了呢，那可能呢管也管不过来，发生冲突了，到时候又跟之前一样的，什么白人警察把黑人呢直接压脖子要压死了。所以说警察也不管。在美国那边你说治安好吧也好，但是局限于别的地方。在美国公园呢，像这样的树木啊都是那种私有化的，你是不能够在这边随便锻炼的，不像咱们国内啊，很多公园除了他们那边的黄石国家公园的话，在美国啊很多免费的，但其他地方呢都是私有化的。说实话，真的美国给我的印象不是太好，去的话很有可能是带着家常万贯过去，回来之后只能是破罐子破摔回来呀。